从小在芝加哥长大的意大利年轻人卡米，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米其林星级厨师，但他的命运随着他哥哥麦基的自杀被强行改变，他不得不回到家，接手了哥哥那间行将倒闭的牛肉三明治店，以及后厨的一群杂牌军。毫无管理经验的卡米带着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大叔大婶儿和小混混，跌跌撞撞地维持着这个小破店，不断化解矛盾，一路披荆斩棘，直到第一季末，一笔突如其来的横财降临餐厅，于是一个崭新的熊家餐厅隆重登场。大家好，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我是吉利波，今天为大家带来熊家餐厅第2集的前3集。冬日清冷的早晨，薄雪覆盖着路边的车顶，在芝加哥高楼林立的街道一隅，熊家餐厅开始停业装修。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又充满挑战的新事物，卡米和辛尼都感到心里没底。餐厅里已然乱成一锅粥，一边盘点设备，一边考虑装修计划，一边是事故频发。混乱中，卡米草率地在一块破纸板上笼统地记录着预算，粗糙地让辛尼感到震惊，于是扭头建议卡米的妹妹小唐来。当卡米写到装修预算时，发现向来话最多的表哥瑞奇竟然不在场。原来表哥独自躲在杂物间里，听着伤感的音乐，翻着满桌的老照片，抬头看见卡米，劈头盖脸的就问卡米的人生目标是啥。这让忙得焦头烂额的卡米瞬间语塞，本想草草敷衍了事，但看着表哥一脸的生无可恋，只好坐下认真的思考了一下。表哥用一个故事来暗示自己担心会被新餐厅淘汰，因为自己不好学上进，又老又顽固。看着表哥多愁善感的样子，卡米安慰道自己不会丢下他，况且自己忙得都没时间思考人生的目标这档子事儿。说罢转身继续去忙了。卡米回到办公室，小唐告诉他，如果想要获得新的营业执照，必须达到纳税限额标准。卡米一听头都大了，当场就想妹妹赶紧离开，他的细心只会发现更多的麻烦。殊不知小唐直言，辛尼提议自己当项目经理。辛尼这时候刚好走进来，他告诉卡米，煤气供应停了，需要装修消防达标后才能恢复，而消防达标需要装修结束。健康镇缺了娜婶和表哥的，芝加哥城市形象顾问的申请等等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有人去处理。说着就疲惫地往墙上一杵，墙直接被杵出了一个大洞。大家错愕之余，表哥上来解释说，那是当年卡米的哥哥麦基嗑药嗑大了，为了讹一笔保险费而挖的洞。卡米看着这一切乱七八糟焦头烂额的事儿，深感确实需要一个项目经理，于是他扭头同意小唐暂任该职。没想到妹妹直接拒绝了。警报突然响起，不知道又是谁捅了娄子。预算严重超支，哥哥留下的钱远远不够，开工没有回头箭，现在停止装修显然来不及了。大家又想到了大财主吉米叔叔。卡米、辛尼、小唐3人分别从自己的角度阐述了想法，希望吉米叔叔再借50万，加上麦基之前借的藏在番茄酱罐子里的30万，一共借款80万。但吉米叔叔表示，满大街的餐馆随手丢块石头都能选出几个好的，而卡米他们这毫无餐馆运营经验的菜鸟，光凭着一腔热血就要自己投80万，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没想到卡米直接提出一个对赌协议，称如果1年半时间餐厅无法偿还这80万，那么就把将近200多万的房产抵押给吉米叔叔。精明的吉米叔叔一盘算，这里外里都不赔的买卖自然可以一试，于是当场答应下来。有了充足的资金，装修紧锣密鼓的正式开始了。首先是装修的时间，普通大概需要6个月的时间，显然太长了。3个人开始逐一的讨论，终于在天亮时把行事历做了出来。装修时间被定为13周。施工现场尘土飞扬，辛尼像个闹钟不停提醒卡米时间，小唐则更关心支出，他提醒着不要买超出预算的东西，又提出叉子不够了。卡米现在诸事缠身，根本无暇关注叉子。辛尼注意到小唐脸色不太好。
更衣间里，大家等着表哥现查刷墙攻略，看了一个视频就决定大显身手，一撸袖子，安排先刮墙皮。胖子提出要把东西抬出去再干，表哥则觉得盖个防水布就可以了。两个人又开始了口水战。最终，小唐下令搬，表哥只好作罢。一众人乱哄哄的开始搬储物柜。吵得正在找冰箱维修师傅的卡米没办法继续电话。他们发现麦基的柜子还锁着，卡米拿了个电锯把锁锯开，里面放着一顶球帽，那是曾经一起在芝加哥美食节摆摊的纪念。这让卡米一阵伤感涌上心头，哥哥如果还在就好了。他默默地把帽子递给了表哥瑞奇，转身离开。辛尼这边紧锣密鼓地组织着厨师队伍，他先把纳什尔提为自己的2级厨师，又安排纳什尔和伊博去参加厨师培训，这让两人高兴不已。纳什尔和伊博来到烹饪学校，换上整洁的厨师制服。伊博觉得压力山大，紧张的错误频出。纳什尔不断地为他打气，而伊博也非常努力，下课后还在努力练习。餐厅厨房不能用了，只能到卡米的公寓研究菜品。屋子里陈设简单，烤箱里都塞着衣服，完全一副单身宿舍的感觉。辛尼注意到那件星级厨师的工作服，这让他不禁好奇地问卡米，成为3星厨师有什么感觉？卡米喃喃地说道，荣誉带来的是更大的焦虑，而且当时安理会的宴席正等待上菜，这让辛尼陷入沉思。成为星级厨师一直是辛尼的目标，卡米告诉他，那就必须心无旁骛，全力以赴。辛尼提起曾经主厨的一次晚宴，由于自己对一道菜过于追求完美，而导致无暇做好其他的菜，最终失败的经历。这次失败导致自己宣告破产，搬回父母家住，从此就感觉在父亲眼里就是个失败者。餐厅里，表哥发现墙面上有很多黄色的印记，处理不掉。经过胖子的仔细端详，认为是霉菌。表哥马上警告大家不要说出去，否则不仅会影响餐厅形象，除菌还会增加支出，延长装修时间。但胖子认为必须告诉小唐，两人又争吵了起来。正在修厕所的小唐因为怀孕而疲惫不堪，她努力地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卡米和麦基。这时手机响起，电话那头是除霉公司询问地址。小唐惊讶地拿着电话过来询问究竟。表哥一脸无辜地否认这件事儿，信誓旦旦地说，如果真的有霉菌，那屋顶早就塌了。说罢用棍子一捅，屋顶瞬间塌了。辛尼和父亲共进晚餐，父亲滔滔不绝地和女儿说着他和辛尼的母亲相恋的往事。辛尼则向父亲谈起餐厅的近况，兴冲冲地展望未来。但父亲更关心的是辛尼的工资。辛尼试图说服父亲，现在谈钱为时过早。父亲直接提出让他换一份工作，辛尼拒绝了父亲。他认为现在这份工作有更多学习和上升的空间。两人互不相让，随即陷入沉默。辛尼感到非常沮丧。卡米在超市里遇到了老同学克莱尔，两人聊起许多共同的经历，相熟的朋友。克莱尔即将成为一名急诊科的医生，卡米说自己在经营一个餐厅。女孩马上说她知道餐厅的名字，这令卡米非常吃惊。女孩开着玩笑，就向卡米要了电话号码。时间又过去了1周，跟不上的伊博终于打了退堂鼓。纳什尔看着伊博缺席了。表哥从孩子口中得知前妻不仅升职加薪，还有了新的男朋友，让他倍感落寞。辛尼翻看着因为疫情而倒闭的餐厅名单，长长的名单让他隐隐不安。他和卡米的新菜研制也卡了壳。卡米认为两人应该去其他餐厅找找感觉，于是他们约好1小时后在一家餐厅见。辛尼刚走，
卡米就接到了克莱尔的电话，女孩称卡米给了个假号码。卡米赶紧辩解，这是一个误会，大概是自己记不清了电话号码。女孩再三确认不是卡米故意的，于是提出让卡米帮自己搬一点东西。卡米觉得刚澄清误会又拒绝不太好，于是不得已的接受了。辛尼在餐厅点了一堆食物，却被卡米放了鸽子，心生不悦。但马上就独自投入工作中，刊登招聘启事，咨询专业意见，调查原材料价格，联系供应商，调查周围同类型餐厅的菜品和管理等等。当他闲暇给卡米打电话，却打不通，发信息也不回。这是卡米第2次在关键时刻失踪了。第1次是在他把辛尼提为副主厨的时候。辛尼独自在街上品尝着各种食物，在想象中拼凑菜品的样子，同时这些味蕾上的记忆，酸的、甜的、辣的，如同巫师的魔杖一般，把味觉记忆里的画面呈现眼前。童年的惊喜，美好的回忆，五彩缤纷的形状，甚至来自异域的风味，如同生活中一般百味杂陈，把辛尼卷起放下，直到终点。当忙碌一天的辛尼回到餐厅，他发现卡米也在。卡米拉着辛尼看餐厅被拆除的墙。辛尼借题发挥地质问卡米为何不和自己商量。其实卡米的回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辛尼觉得卡米这次爽约令他很受伤。于是他借用朋友的后厨尝试灵感里的新菜，却失败了。辛尼感到无比沮丧。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熊家餐厅》第2季的前3集，延续了第1季的纷乱繁杂，只是把后厨变成了装修工地。烂番茄的影评人评分依然满分100分，观众评分91分，和第1季一模一样的令人惊叹。开始前3集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后厨的每一个人都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学习、提高、融入。卡米从第1集的极度抑郁中得到缓解，但那双忧郁的大眼睛依然埋藏着来自内心深深的不安。相信在本季会对卡米的焦虑原因有更全面的剧情阐述。辛尼是我非常喜欢的女性角色，年轻有理想，对自己的目标非常坚定。她那不断努力战胜自己弱点的坚强，让人看起来尤为感动。在本季，她对卡米和餐厅投入了所有的信任，独自承担了巨大的工作量。卡米的妹妹小唐的加入也是意料之中的，同样也是非常令人期待的一个角色。总的来说，前3集的铺垫妥妥地把观众带入了节奏，接下来相信精彩会越来越多。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喜欢我们的朋友请点赞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不见不散。